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落叶把树摇，冬天百草穿萧。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劝君及时行乐最好。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莫名诡异的事件被记录。在西晋末的公元314年，有这么3件事被记载在了史籍当中。第一件说，3日相乘，出西方而东行。天上出现了3个太阳，这太阳呢是完全不走寻常路，全都从打西边出来向东边走。第二件事是平阳发生了地震。平阳这个地方是当时的匈奴人建立的汉国的都城。地震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地震导致了汉国皇帝刘聪皇宫里面有个叫崇明观的所在直接塌陷成了一个池子。这个池子里边的水好像鲜血一样的红。这是第2件。第3件事最为奇特，说天上出现一颗流星，像龙不是龙，像蛇不是蛇，光滑夺目，亮如白昼。这颗流星最终落在了平阳城北10里的这么一个地方。流星的本体不是陨石，而是一块长度约为30步，宽度约为27步的有机物体。这是7、8层楼房那么大的一块巨肉，没有人能说得清这到底是什么。很快呢，这块巨肉就开始腐烂，那个腥臭的味道在10里以外的平阳城里都能闻到。这么3件事是离奇古怪，时至今日仍然无法解释。你说它是古人们为了某种目的杜撰的吧？可是偏偏被写进了《晋书》《魏书》《资治通鉴》。所谓2诏一个是匈奴人刘耀的前诏，一个是羯人石勒的后诏。永嘉之乱之后，石勒在北方迅速崛起。这个时候刘渊建立的汉国，尽管名义上已经占有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实际上呢，它的形势并不是十分乐观。这个汉国最后毁就毁在了刘渊的第4子，汉国的第3位皇帝刘聪。刘聪究竟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从汉国到前赵，这段历史是怎样演变的？2赵并立，羯人石勒和白眉刘耀逐鹿中原，那么最后会有怎样的结局呢？围绕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就来聊聊五胡16国早期的汉赵消亡史。咱们聊五胡16国的历史往后的节目会说到东晋权臣桓温。这个桓温是个大人物，文武全才，西平巴蜀3次北伐，权倾朝野。但是桓温本人最为推崇的是西晋末年坚守晋阳近10年的刘琨。有这么一年，在北伐的时候这个桓温偶然间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呢，一看到桓温，这个眼泪就止不住的流，真情流露，伤心到了极点。这个桓温呢就问说，老人家你这是怎么了呀？这个老妇人回答说，我过去是刘司空府上的婢女，您的这个相貌和刘司空可太像了。这里的刘司空指的就是刘琨。当时的刘琨呢已经过世多年，那个年月也没有照片，所以桓温一听自己长得很像自己的人生偶像，马上去仔细打扮了一番，回过头来再找来这位老妇人。这个桓温就问说，老人家你仔细看看，我到底哪些地方和刘司空长得像这个老人于是仔细打量起了桓温，一边看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眼睛很像，可惜有点小了；脸部轮廓也很像，可惜不够宽厚；胡须更像，只是这个颜色偏红了；身形也像，但是不够高大。你说话声音也像刘司空，就是娘了一点。说了一圈，说的这个桓温是哪儿都像刘琨，可是呢却又哪儿都不如人家。这桓温很不开心，耷拉个脸回到家闷头睡觉，一连好几天都闷闷不乐。
这个刘琨啊，在咱们前面几期节目当中啊有所提及。这位人物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全民偶像。首先呢，出身名门，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其次呢，刘琨本人在青年时代就是名士，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尤其的擅长音律，和石崇啊、陆机、左思、潘安等人组成了一个在当时极有影响力的男子偶像天团金谷24友。永嘉元年，北方已逐渐成为胡人铁骑烧杀掳掠的战场。刘琨呢，临危受命，出任滨州刺史，加镇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说永嘉之乱以后啊，衣冠南渡，朝廷溃败，外援无望，中原的士大夫纷纷南逃。那么刘琨呢，却依然坚守着晋阳，他这一守就是10年。说有这么一次，这个刘琨的晋阳被匈奴骑兵团团围困，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束手无策之际，这个刘琨啊，登上城楼，向城外敌营瞭望，忽然想起了四面楚歌的故事，于是呢，挑选了一些会吹卷叶胡笳的士兵，临时组成了一个胡笳乐队，朝着敌营吹起了胡人的音乐。听到既哀伤凄婉又无比熟悉的曲调，很多匈奴人啊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一时间呢是军心浮动。当天的拂晓时分，刘琨再次吹响胡笳，这个匈奴兵们啊，因为怀念家乡，丧失了斗志，最终呢纷纷退兵而去。刘琨啊，称得上是一个英雄，但不是圣人，他也有刚愎自用的缺点。刘琨本人在音乐方面啊有一定的造诣，他最后的败亡呢，也是正由音乐而起。说有一天晋阳来了一位弹琴的大家，这个人叫徐润。刘琨和徐润呢是一见如故，引为知音。过后不久呢，刘琨安排徐润出任了晋阳令。但是徐润这个人啊，人品比较堪忧，仗着刘琨的这个宠信，干预政事，得罪了不少人，还和刘琨的部将令狐胜起了冲突。这个令狐胜啊，性情很耿直，多次劝说刘琨说徐润这人用不得，应该尽早除掉。但是刘琨完全不听。可是当徐润反过来告令狐胜的黑状，这个刘琨呢，则是连查都不查，直接把令狐胜给杀了。刘琨的老母不久以后得知了这件事儿，对刘琨说了这样一番话，说汝不能宏经略，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得计？如是，祸必及我。说你这事儿办的可太不地道了，没有远略，不能驾驭豪杰也就罢了，怎么能宠信奸佞，铲除忠良呢？这样下去，将来必然有灾祸殃及到我呀。尽管很可能啊是气话，但是从一位母亲的口中，我们不难看出刘琨其人的一些短板，缺少长远的战略眼光，用人不当。令狐胜死了，但是令狐胜的儿子跑到了邻近的汉国，将晋阳的虚实和盘托出，并且呢充当向导，带着匈奴骑兵杀向晋阳。双方实力悬殊，刘琨啊只能留下人马守城，他自己呢东出常山中山，一边招募士兵，一边向拓跋鲜卑求救。晋阳城那边很快就被汉军攻破，令狐胜的儿子呢第一时间冲进刘琨的府邸，亲手杀了刘琨的父母。刘琨势单力薄，没办法救援晋阳，想要兴兵复仇吧，可是有心无力，只能再次向拓跋鲜卑告急。最终呢，在拓跋伊卢的帮助下夺回了晋阳。但是这个时候的晋阳被汉军劫掠一空，刘琨多年心血全部付之东流，只能袭居到阳曲，在阳曲招募流民和残兵。316年，拓跋鲜卑发生了内讧，拓跋伊卢被他的儿子拓跋六修所杀，有3万多的鲜卑旧部转投到了刘琨麾下。刘琨得到这支军队，可是他不听部下的劝阻，只想一鼓作气力挫胡人的锋芒，贸然派大军出击，结果呢中了石勒的埋伏，几近全军覆没。那么这一次啊，
刘琨失去了所有筹码，无力回天，最后只好投奔了段部鲜卑的首领段匹敌。刘琨据守晋阳10年，其英名老幼皆知，因此最开始段匹敌很敬重他，两个人甚至歃血为盟，拜了把子，结了亲家。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段部鲜卑也发生了内讧。这个刘琨在这一点上好像是有毒，跟谁好谁内讧。段部鲜卑的段墨卑，上一集咱们说过，就是拜石勒为干爹的那位。这个段墨卑呢，占据了辽西，段匹敌占据了蓟城，这哥俩互相争斗。段墨卑想要拉拢刘琨，除掉段匹敌。这个段匹敌呢，担心刘琨趁着自己这边内乱兼并了自己，于是软禁了刘琨。刘琨的部将们一看自己老大被软禁，纷纷策划要发动叛乱，想要救出刘琨。这样一来呢，段匹敌最终决定要将刘琨除之而后快。在人生最后的一段岁月中，刘琨写过这样一首诗，说：功名未及见，夕阳呼溪流，实在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时允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青华盖，害似催双舟。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没想到百炼而成的钢印竟然会变成绕指的柔丝。我刘月时堂堂7尺硬汉，半生戎马，此刻居然身陷囹圄，任人宰割。不久以后呢，刘琨被段匹敌缢杀于蓟城，时年48岁。16国时期的汉赵一共传了5位皇帝。5个皇帝里的刘聪，尽管得位不正，但是取得了最突出的成就。一上台就攻破洛阳，抓了晋怀帝司马炽，继而呢又扫平长安，俘虏了晋闵帝司马邺。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但是刘聪本人颇有一些争议，很值得我们仔细的聊一聊。匈奴汉国的老皇帝刘渊在死了以后，继位的刘和与几位弟弟兵戎相见，最终刘渊的第4子刘聪凭借武力推翻刘和，登上帝位。需要注意的是受五部匈奴的传统，刘渊生前的排序，以及巩固与氐人联盟的政治需求的影响，轮不到刘聪当皇帝。刘和被推翻以后，应该是刘渊的嫡子刘毅继位，但是刘毅呢，当时年纪太小，所以刘聪将其封为皇太帝，同时约定刘毅年长以后要归还皇位。这个刘毅有一半的氐人血统，他的生母单氏是氐族酋长单征的女儿。作为氐族酋长的外孙，刘毅实际上呢是维系汉国匈奴与氐人联盟的这么一位关键人物。刘聪一上台就尊奉单氏为皇太后，可是随后呢，他就睡了这位皇太后。尽管匈奴有这种传统，但是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皇太帝刘毅的不满，接连劝说自己的母亲单氏，3劝2劝，就把单氏给劝死了。出于与氐人政治联盟的需要，这个刘聪并没有废除刘毅皇太帝的身份，但是单氏之死已经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刘聪和刘毅这哥俩之间的嫌隙。不久以后，刘聪的皇后呼延氏考虑到刘聪的儿子刘粲可能受到威胁，于是提醒刘聪说：父死子继，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业，太帝何为者哉？陛下100年后，粲兄弟必无种矣。说父死子继才是常理，兄终弟及都是痴人梦话。你活着还好，等你哪一天不在了，我们的儿子就该遭殃了。刘聪听了以后是深以为然，并且说要好好考虑一下。2年以后，呼延皇后去世，刘聪并没有急着确立新皇后，而是着手对后宫建立了一个妃嫔系统。他把朝中不少高官的女儿纳入宫中，一口气封了1位贵妃、2位昭仪、3位夫人，并且全都配上只有皇后
才能有的金印紫绶。随后呢，刘聪又看中了太保刘因的2个女儿刘英和刘娥，想要一并收入后宫，但是遭到皇太帝刘毅的反对。刘毅认为说2家都姓刘，同姓不能通婚。那大臣们当中呢，有人就说2家并非同宗同源，一个是汉族，一个是匈奴，同姓通婚完全没有问题。刘聪听了以后呢，很是高兴，很快就将刘因的2个女儿封为左右贵嫔，2个还不够，又把刘因的4个孙女也都封为贵人。这里有几个容易忽略的问题：刘聪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大规模的扩充后宫？既然有同姓不能通婚的传统，为什么偏偏只有皇太帝刘毅提出了异议？古时候的皇帝要和大臣们通婚，这里边有一大关键是可以实现利益捆绑。我们通过现有的记载也不难发现，刘聪所选择的通婚的这些家族，除了他自己的舅舅以外，剩下的几个无一例外全都是伴随刘渊起事的从龙之臣，全都身居军政要职，而且绝大多数是在地方上或多或少有些来头的汉族势力。表面上看是荒淫，实质上呢，刘聪是在下一盘大棋，拉拢了这些汉族的权贵，可以有效遏制皇太帝刘毅的氐族势力。这个刘毅也不是傻子，他是依靠母族势力在汉国政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他的母亲单氏呢，同样是通过联姻的方式稳固氐人和屠各刘氏合作，因此他绝不可能对刘聪与朝中大臣联姻，从而强化皇权的这个目的毫无察觉。必要的时候呢，刘毅理所当然地发出了反对声音，既是提醒也是警告刘聪，你别忘了这儿还有户人家呢。匈奴和氐族的联盟可是建国以来就确定的政治基础。刘聪也不可能意识不到这种微妙关系的存在，但是呼延皇后的那句父死子继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想法一旦扎根，皇太帝刘毅就显得越来越碍眼多余。嘉平2年妃嫔系统建立以后，刘聪呢想要立刘因的大女儿刘英为皇后，在遭到他的母亲张太后反对之后，刘聪不得不立舅舅的女儿张辉光为后。刘英不久呢就去世了。嘉平3年，张太后去世，张皇后呢随之悲痛而死。刘聪顺势将刘因的小女儿刘娥立为皇后。为了表示宠爱，刘聪想要新建一所宫殿送给刘娥。就在定下建造宫殿之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一天，刘聪正在御花园休闲，忽然有太监禀报说廷尉陈元达求见。一听陈元达这名字刘聪就不由得眉头一皱。这个陈元达是从打刘渊起兵就跟随他们父子的一位老臣，为人刚正，性情耿直，堪称当时匈奴汉国朝中的第一政臣。陈元达是为了建造宫殿而来的。见了面呢，陈元达先是说了一通大道理，又说高祖光文皇帝以朴素爱民起家，而陛下从打继位就大兴土木，已经建造了40多个宫殿楼阁。现在又是饥荒又是战争，关中和江南仍然是晋朝的土地，李雄占据巴蜀，晋将王俊、刘琨各自守着幽州、滨州，石勒更是心怀异志。我们目前实际掌握的地盘只相当于西汉时的2郡之地，而花费却比文帝、景帝时多上几倍。如此下去是国将不国呀！还没等陈元达说完，这个刘聪呢就已经大怒，用手指着陈元达大骂说：“鼠辈，朕为天子，只是营造一所宫殿，还要问你吗？不杀了你，我的宫殿怕是建不成了。来人呢，把这奴婢拖出去，立斩不饶，连同他的妻子一并拉到东市枭首示众，让这些鼠辈同处一穴。”陈元达看皇帝怒了，也随之大叫。
我所说的都是为了国家社稷，而陛下却要杀了我。如果死者有知，我要上诉陛下到天庭，下诉陛下到先帝面前。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足矣。正说着呀，有甲士上前一把抓住陈元达，想要把他拖出去行刑。这样一抓一拽，甲士们发现拽不动，再上前仔细一看，发现陈元达是有备而来。他带了一条锁链，一头锁在自己的腰间，一头呢锁住身旁大树，一时之间是怎么拉也拉不动。这时候刘聪身边的大臣啊纷纷跪倒，请求刘聪宽恕陈元达。刘聪气得脸都白了，一直不说话。这御花园喧闹间惊动了后宫的皇后刘娥，听说了事情的原委。这刘皇后啊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立刻手书一封，密令手下人交给刘聪，大致意思是说陛下是为了我营建宫殿而要斩杀谏臣，如此这般，天下忠良必将怪罪于我。自古以来，败国丧家常有因妇人而起的说法，真没想到如今轮到我的身上。我已经没有脸面再服侍陛下了，就请您也一并赐我一死吧。刘聪看完这封奏书，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脸色大变。随后呢，定了定心神，说道：朕近来微感风疾，常常喜怒无常，无法自制。元达忠臣也，是朕草率了。说完就命人给陈元达赐座，并将刘皇后的奏书拿给他看，说外府如公，内府如后，朕复何忧。随后呢，将当时的园子改名为纳贤园，将所在的李中堂改为馈贤堂。这一场君臣矛盾最终以皆大欢喜收场。只是在末了，刘聪意味深长地对陈元达说了句：卿当为朕，而反使朕为卿也。人家都是臣子畏惧天子，咱们刚好反过来，现在是我这天子畏惧爱卿你了。汉国的皇后刘娥呀，是16国时期一位十分出色的女子，可惜红颜薄命。嘉平3年被立为皇后，嘉平4年她就去世了。到了建元元年，刘聪一口气封了3个皇后：上皇后晋月光，左皇后刘氏，右皇后晋月华。这种多皇后的制度显然不符合华夏制度，大臣们纷纷以不合礼制为由表示反对。我们在讲元嘉之乱的时候，其实对刘聪这个人的早期有过一些介绍。14岁就已经究通经史，兼宗百家，一位有着良好华夏文化素养的君主，尽管是匈奴人，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多个皇后并立十分的不符合规矩，甚至会因此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那他为什么还非要这么做呢？刘聪设立多皇后制，应该有其理性的考量，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应对某种困局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就在建元元年设立3皇后之前，汉国的朝堂曾发生过一件特别重大的政治事件。皇太帝刘毅被禁足了，严禁出门，严禁访友，严禁烧烤小啤酒。这件事的起因是皇太帝身边的3个臭皮匠突然想抱团冒充一下诸葛亮。这3人的名字分别是卢志、崔伟、许瑕。 loser 悲催的虚伪，或许有点小侠。这3人劝说刘毅干掉刘粲，但是没成功。刘毅本人1没决心，2没本事，不敢下手。他不敢下手，可是保密工作没做好，被人把这事儿给实名举报了。这个刘粲是谁呢？那是皇子，是已经被刘聪升为相国的重点培养对象。这件事直接导致卢志、崔伟、许瑕被杀，皇太帝刘毅遭到软禁。不久后，刘聪就同时设立了3位皇后。
这3个皇后除了刘氏是刘因孙女之外，另2位晋氏姐妹啊，据说长得国色天香。更重要的是，她们是当时掌握晋魏军权的一位大佬晋准的女儿。刘聪作为一国之君，当初选这俩宝贝儿啊，他是亲自前往晋准的家里，亲眼看过之后才选进宫中。那么这么样的一个举动，同样反映了他们同时封后的意义啊，非比寻常。晋准其人和皇太帝刘毅本是大舅哥和妹夫的关系，这晋家啊，可能是有肤白貌美的基因。晋准的一个妹妹曾是刘毅的小妾，这妹妹长得很漂亮，但是内心很浮躁。她趁着刘毅不在家，和家里的一个下人为爱鼓了掌。刘毅呢，很快知晓了这桩丑事儿，头可断，血可流，这帽子的颜色不能是绿的。一怒之下，刘毅就把这妹妹啊给杀了。之后呢，还时不时的因为这件事儿嘲讽晋准。那么刘毅和晋准也就因此有了梁子。晋准对刘毅心怀难解的怨恨，并且掌握着晋魏军权。一旦皇太帝刘毅一方发动政变，晋准将会成为关键时刻刘聪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这就是刘聪选择晋准联姻，并且特别创制多皇后制的重要原因。林嘉2年的3月啊，皇子刘粲和晋准一起为刘毅量身定制了一条毒计。刘粲命人去给刘毅传话，说宫里传下密旨，这2天京城可能有变，叫我们都穿上甲胄，随时听候调遣。刘毅也是真实在，就这么信以为真，马上命令东宫里边这点人全都顶盔贯甲，保持待命的状态。与此同时呢，晋准找到皇帝刘聪紧急奏报，说东宫的人们都抄起了家伙，皇太帝刘毅正在准备谋反。刘聪听了以后很是惊讶，马上派刘粲领兵包围了东宫，只要是和刘毅沾点关系的，一律就地处决。随后对东宫士族采取无差别式的坑杀，有15000多人因此丢了性命。为了捏造证据，晋准和太监王审啊，抓了几个敌人羌人的头领，一通大刑伺候。这些人纷纷招认和刘毅勾结，意欲谋反。看到了刘毅谋反的证据，刘聪感慨万分地对晋准和王审这些人说：“吾今而后知卿等之忠也。我今天终于知道你们对我的一片忠心了。”过了大约1个月，刘聪宣布废皇太帝刘毅为北部王。不久后，在刘粲的授意下，晋准派人直接杀掉了刘毅。这位形神秀爽、宽仁有气度的皇太帝死的时候还不到30岁。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呀，刘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昏君，但是他在皇太帝刘毅一案上的处理极其欠缺考虑。前面咱们说过，刘毅不是一个人，他背后站着的是从刘渊时代就开始与匈奴汉国结成联盟的氐族势力。刘毅一死，氐族羌族出现了大规模的叛乱，联盟破裂，匈奴汉国也开始由盛转衰。除此以外，用人不当，宠信小人，居安不能思危，再略带一点刚愎自用，这些在刘聪活着的时候啊，尽管没能动摇国本，但是也都不同程度上加速了统治阶层的崩溃。或许是刘聪对弟弟刘毅处理的太损阴德。这个刘毅死后的第2年，平阳皇宫突然发生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火灾，包括刘聪的儿子会稽王刘康在内的21人被活活烧死。刘聪得知以后呢，大叫一声，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好不容易才醒过来。可是半年以后，刘聪一病不起。林嘉3年的7月，在位9年的刘聪在平阳病逝，
是为汉昭武帝。太子刘粲顺利登上帝位，可是仅仅1个月的时间，那个当初刘聪特意拉拢到自己阵营、倚重并看好的晋准，突然发动政变，冲进皇宫，杀死刘粲，同时将刘氏一族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处斩。更过分的是，晋准连已经死了的人也不放过，派人盗掘了刘渊、刘聪父子的陵墓，将刚刚下葬的刘聪的尸体拦腰斩断，随后一把大火烧掉了刘氏宗庙，派遣使者去往南方向晋朝称藩。晋准这种人啊，是典型的没有道德原则，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你说他无脑吧，却偏偏能想出阴损坏的毒计；你说他有脑吧，却又顾头不顾腚，分不清利害关系。就在晋准还在平阳皇宫大肆杀戮的时候，有2支精锐部队正在逼近平阳，他们分别从长安和襄国的方向赶来，为首的一个叫刘耀，一个叫石勒。石勒的部队驻扎在了平阳东南，声势浩大，附近的一些部族纷纷请降。刘耀在平阳的西面啊，碰上了太保呼延晏，众人一推举，刘耀就地自立，成了新一任的汉国皇帝。平阳城里的晋准一开始还想和石勒比划比划，但是很快发现这个实力悬殊太大，石勒很快就攻破了平阳的外城。晋准乱了方寸，赶紧派侍中卜泰向石勒求和。石勒在这个时候呢，耍了一个心眼，他有意招抚晋准，扩充实力，又没有把握现在就和刘耀闹翻，所以呢，计上心头，他把晋准派来的卜泰打进囚车，转交给刘耀。如果刘耀和晋准二虎相争，石勒呢刚好坐收渔翁之利。可是刘耀也不是傻子，他一见到卜泰，立马就明白了石勒的意图。你要借刀杀人，那我就只能出一张无懈可击了。于是呢，刘耀对卜泰说：“你看今儿这事儿吧，先帝活着的时候啊，搞得朝纲大乱，要是没有晋准晋的人这一剂猛药，那我啊也当不上皇帝啊。所以你啊，赶紧回去跟晋准说，免除他所有罪过，赶紧来迎驾吧。”晋准收到消息以后，有点不敢相信，毕竟他是刚刚把刘氏一族都给按在地上放了血。他这边犹豫，他的手下们可等不及了，抽冷子杀了晋准，推举其弟晋明为主。随后呢，再次派卜泰带着传国玉玺向刘耀投降。石勒那边啊，听说卜泰把玉玺给了刘耀，立刻气不打一处来，马上下令攻入平阳。晋明等人抵挡不住，只好带着人投奔了刘耀。刘耀心说，我已经等你们很久了，于是马上给晋氏一族安排了人手一份的就地放血的大礼包。石勒在平阳城放了一把大火，烧掉了刘聪经营多年的豪华宫殿，又让人收葬了刘粲，把刘渊、刘聪的陵墓一一修复，然后呢，分出一部分兵负责驻守，他本人返回了襄国。汉国晋准之乱让刘耀和石勒成了大赢家。刘耀得到了传国玉玺，称了帝；石勒呢，获得了平阳东部北部的大片土地和部民。旧的矛盾解决了，很快有新的矛盾浮出水面。刘耀回到长安以后，对石勒予以表彰，加封其为太宰大将军、赵王。刘耀派人前往襄国表彰石勒，石勒呢也派使者到长安献捷。可是这个时候，有人对刘耀说，石勒派人来其实是为了打探虚实，没准他们很快就要来攻打我们了。当时的刘耀地盘没有石勒大，军事实力也没有石勒那么强，因此呢，追回了前去封官的一行人，还把石勒的使者直接给杀了。这件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石勒、刘耀二人正式决裂。公元319年4月，刘耀宣布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同年11月，石勒督襄国自立为赵王，史称后赵。从此2个赵国，一个在关中，一个在关东，两赵成为当时最强大的2个割据势力，并从此以后开始了长达10年的对峙。刘耀这个人啊，事实证明这是个十分能打硬仗的主。在他的治下，始终如一地采取武力措施解决周边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但是与此同时，他往往会忽略保存实力、休养生息。他是既没有石勒身边张宾那样的谋臣，也没有像样的外交策略，受到周边多股势力的牵制，无暇东顾，只能是眼睁睁看着石勒做大做强。等到双方的军队再次在战场上相遇，石勒的国土已经扩大了将近1倍，军队的规模也已经是早已今非昔比。公元325年，两国之间发生了2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在上郡，前赵中山王刘越斩杀了后赵大将石佗，石佗所部6000余人全军覆没。一次呢是发生在洛溪，后赵石虎击败刘耀，生擒刘越。3年以后的公元328年，仍然是一场局部战争，却最终引发了决定2国命运的大决战。后赵的石虎奉了石勒的命令，在这一年对前赵突然发动猛攻，连破前赵50余县。形势紧急，刘耀只能御驾亲征。一场大战，石虎败下阵来，被刘耀杀得伏尸200余里。大胜过后，刘耀顺势渡过黄河，杀到洛阳，把后赵司州刺史石生团团围在了金庸城。消息传来，一时间襄国城大震。石勒想要亲自领兵出征，可是呢，一时之间拿不准主意。想找个人参谋一下吧，那个算无一策的张宾早已经不在了。正踌躇间，他想到了一个人。此人姓徐名光，有一些才学，但是这会儿正被关在大牢里。说好好的还挺有才学的，怎么还被关起来了呢？这个徐光是石勒晚期的重要谋臣，有才学不假，但是有点恃才傲物。石勒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王阳。这王阳在攻打顿丘的过程当中，俘获了当时只有13、14岁的徐光。看这孩子还挺聪明，就安排他去给专门养马。这徐光到了马场以后经常不喂马，只知道专心在拴马桩上写诗。王阳很生气，心想怎么的，那马读了你的诗就能跑得更快是怎么着？他把这徐光给吊起来，好一顿暴打。后来石勒知道了这个人，想要考察一下徐光的能力，就安排他来给自己当记事参军。没想到这徐光又起了幺蛾子。石勒召见他，居然喝醉了酒不来见。石勒一看这家伙这个样子，记事参军你就别当了，你去给我看大门吧。那徐光从此就被贬为了衙门官。看大门您就好好看吧，这家伙偏不。当值站岗的时候，看到石勒也不行礼也不打招呼，他是仰面朝天，一言不发。石勒心说，你小子看来是喜欢望天，那我就给你安排个看不到天的地方吧。就这样，这徐光就被关进了大牢。说这一天犹豫着要不要亲征的石勒突然召见徐光，见了面也不废话，直接问道，说刘耀乘一战之胜围困洛阳，庸人之情皆为其锋不可挡，要带甲10万，攻一城而100日不克，率老卒待，以我出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若洛阳不守，要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而来，武士去矣。程霞等不欲五行，卿以为何如啊？徐光是略一思索，回答说，刘耀成高侯之势，不能近临襄国，更守金庸，此其无能为可知也。
以大王威略临之，彼必望其奔败，平定天下，再进一举，不可失也。”石勒听罢是朗声大笑，说：“光言是也。”下达命令内外戒严，再有反对亲征者，定斩不饶。随后呢，亲领步骑4万，直奔洛阳。渡过黄河就是成高关。这石勒呢，对徐光说：“刘耀如果是据守成高关，此为上策；如果以洛水为屏障阻挡我们，是中策；他如果坐守洛阳，乃是下策，必为我所擒。”等到达了成高关，发现这刘耀全无防备。石勒高兴地指了指天，又指了指自己额头，说：“此天意也。”于是呢，号令全军是卷甲衔枚，轨道兼行，很快就来到了洛阳。刘耀这个时候在金庸城和石生已经耗了3个多月，一听说石勒亲率大军前来，马上撤去包围圈，把兵力集中到了洛阳城西列阵。这一年12月初5，石勒大军进驻洛阳，双方随后在洛阳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后赵投入的兵力前后总计8万有余，多数呢是刚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前赵刘耀的部队兵力一共有10多万，数量虽然多一些，但是经历了长期的围城战，人困马乏。刘耀这个人是一不贪财，二不好色，生平最大嗜好就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整2口。这一次大战也不例外。战斗还没有打响，刘耀就已经喝了不少酒，临上阵前又加喝1斗有余。来到战场，刚一列阵，就被后赵军一个猛冲散了队形。刘耀晕晕乎乎的想要撤退，不成想胯下坐骑一脚踩进了一个石头缝里边。这个刘耀呢，从战马上一头摔到地上，后赵军士见状一拥而上。刘耀拼尽全力抵抗，受伤10余处，有3处伤口都穿透了身体，最终呢，终于是体力不支，被人生擒。前赵军一看皇帝已经被捉，当下兵败如山倒，石勒大破前赵军队，斩首5万余骑。不多时，2位老朋友在洛阳城中相见，多年以前还是携手并肩的战友，这个时候一个高高在上，另一个已经是阶下囚。说刘耀见到石勒问了句：“石王，你可还记得当年的崇门之盟啊？”崇门是个地名，大致在今天河南辉县。有关崇门之盟，在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我们只能推测，可能是刘石二人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约定。那么听到刘耀这么一问，石勒只回答说：“今日之事都是天数，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几天以后石勒大军开始班师，他命令石虎的儿子10岁专门负责护送刘耀。这刘耀呢，伤势严重，只能躺在马车上。石勒呢，又指定了一名医生全程负责照看。到了相国以后，刘耀被安置在永丰小城，石勒派重兵把守，同时派去姬妾专门照顾其起居饮食。随后呢，石勒又安排之前被擒获的刘耀的侄子刘越、刘震等人前去探望。看到这些人还活着，刘耀大感意外，想起自己杀了石勒的侄子石佗，自感惭愧地说了句：“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石王仁厚我有今天都是自作自受。”刘耀被擒了，但是他的太子刘熙还在长安。石勒让刘耀写信劝说刘熙投降，但是刘耀在信里写道：“匡为社稷，勿以武易义也。你只管想办法保存住社稷，不要因为我改变了主意。”石勒看到了这样一封信，他是思虑良久，最终呢，还是下令杀了刘耀。第2年，石虎、石生领兵杀进长安，刘熙被擒杀。这个匈奴人建立的汉赵政权，在存在了26年之后，就这样
灭亡了。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的节目，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们。五胡十六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